各位车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七，今天给大家说一台老品牌的新车。先卖个关子，说一句可能会暴露年纪的广告词，它就是风驰天下大运摩托。大运摩托，好上图啊！对，它就是大运即将推出的一台400级双缸复古街车 STS 400，中文名字叫史铁兽400。这台车是今天上午才到的，我们现在对它做一个静态的拍摄，马上会做一个重庆范围的小长测。那现在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做一个静态的详解。那现在呢，让这台车转起来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前后左右视角吧。首先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车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运动街车的感觉，扁平化设计的 LED 大灯，比较运动的感觉。那正侧的话，很显眼的就是它的这个红色涂装的编织钢管车架，还有它左右两边隆起的这个油箱造型，看起来会比较有肌肉感。那车尾的话是一个复古街车的感觉吧，特别是它的这个尾灯是切入在它的座椅、它的尾部的。那再往这边的话，有看到是它的这个排气是双出单边设计，然后发动机的话，看大家应该比较熟悉。你整个看一下它的这个车身是采用了大面积的铝合金件的，所以说整体看起来会比较的有金属质感。那后面的话我会详细给大家说一下。那现在呢，为了节约时间，我们就来一个一镜到底，指到哪说到哪，详细给大家说一下这台史铁兽400。OK， 我们就从它的前大灯开始说起。首先是它的这个大灯造型是一个扁平化设计的。一个全 LED 大灯，这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设计语言。它的外圈是一个 LED 灯带，然后我们关一下试一下。那整个 LED 的这个里面的材质是比较复杂的，这个是一个圆柱状的，然后下面呢却是一个块状的。我们整个打开看一下，整个效果是还不错的，然后是有一个紧急双闪的。那这个就是前面的大灯的一个效果吧。然后往近点看的话，就是它的这个手把仪表部分。我们先从这里说起吧。这是一个透明的前油砂杯的这个感觉，会看起来会比较有高级质感。然后这个刹车油的话，这个刻度也很容易看得到。然后手把的话是可以有5段调节的。然后我们近看一下，这个是仪表。仪表呢，它是嵌入式的这整块的铝合金。把它包裹起来，仪表嵌入在里面。首先呢，它是肯定是不容易被损坏的。然后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金属质感会比较强一些。然后再整一块，这块，还有包括它的这个上下连板都是铝合金的。上下连板是铝合金锻造的啊。然后手把是一个铝合金的变径手把，整块都是铝合金的。你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铝合金的，所以说你看起来会比较有金属质感。我们看一下仪表，仪表是一个全液晶屏的，我们一起改一个开机画面吧。风驰天下大运摩托，没有啊，这个没有的事，这是我自己配的啊。这个仪表的话，它有2个模式，我可以看一下。然后长按仪表上面的设置键，可以看一些它车身内部的信息，比如说故障码呀，还有一些发动机的数据。长按看一下，这个方便你还有一个故障码显示，这个方便你的后续的一个检修吧。整个手把就是这里，然后。这个按钮呢，它是有一个背光设计的，在夜间行车的时候，它看起来会比较明显一些。它往下走的话，是它的整个油箱造型。这台车呢，它是一个磨砂灰材质的，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油箱摸起来非常的圆润有质感啊。整个外形呢，它是从这边往外隆起的，所以说摸起来会怎么说呢？手感会比较 OK。然后油箱容积是16升。在这个级别的话是一个中等偏上的水平。这里重点看一下这个标志，大运的这个标志以前是大运，现在它是重新设计了一个新的 logo， 这个 logo 是一个硬标嵌入在里面的，看起来会很有质感的。OK， 然后往下走一点点是它的这个红色的编织钢管式车架，这个车架呢。在一些欧系的运动街车里面会比较容易看到，比如说老款的杜卡迪怪兽这样子。然后整个车架的焊接点设计的还是很 OK 的，然后整个这一块它的饱满度是没问题的。刚刚说了很多，它的车身部位采用了铝合金件，这里就是铝合金锻造的上下连板，然后这一块水箱护网这一块是铝合金的，然后往这边走这一块也是铝合金的，所以说
刚刚说啊，采用大面积的铝合金件，它是有据可查的啊。然后往上走，这个是它的座椅啊，座椅和油箱的这个过渡的这个弧度，我是觉得是很和谐的，至少它不会顶你的某些部位这样子这一块，然后也比较收拢的样子，看没这个位置。然后座椅的话，它没有像一些纯粹的街车那样，它是采用一个比较平直的一个座椅设计，所以说它的整个乘坐效果应该是不错的。然后前半段的话是采用这种一个防滑的这种纹理设计，所以说它这个座椅的实用性啊，还有它的这个造型，我觉得是没问题的。还有这里啊，再继续说它的铝合金件，这个是一个隐藏式的后扶手，这一块呢它是铝合金的。又是铝合金的，然后这里呢，后脚踏当然肯定是铝合金的。那刚刚说的座椅的话，我说它的这个车身的这个腰线啊，设计比较窄。我现在坐起来看一下我的腿部这个效果吧。OK， 看吧，它的整个双腿还有跟车身的这个贴合度是没有问题的，也很和谐。刚刚说了不会顶你的某个位置，这个位置的话，它的过渡是比较和谐的。OK， 整个。看一下它的这个骑姿吧，整个骑姿是一个街车的感觉，但是又不是那么战斗，偏休闲，就是复古车和街车的一个居中的一个样子，这样子看起来不会那么战斗，但是骑起来会比较舒适，但是它有点街车的感觉，因为它的这个前面的手把高度不高，所以这样子的，整个姿势就是这样子。OK， 往近点看，我们就来到它的这个。后面吧，后面部分的话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挡泥板设计。这个挡泥板的话，它是一个独立式设计，所以说它这个强度设计我觉得是没问题的。我可以给你现场的演示一下，按起来是没有问题的，看没？它里面是有一个钢管的，这里面独立式挡泥板设计，然后这边是一个。不锈钢排气，它虽然是双缸发动机，但是它没有采用对称的排气设计，它是一个双出单边式设计。这个是不锈钢的铝合金的，所以它整个车身的一些金属件的设计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好，后减震吧，看到后减震的这里，后减震它是一个多连杆的一个后减震，而且还是可以调节的，可以拉近点看一下啊，多连杆设计的。这在运动街车里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设计，后减震是多连杆中置式的。然后这里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后频差是一个铝合金材质的，然后还是一个中空的，虽然我们看不到，它做了一些偷青处理，再加上它整个外观件比较少，然后采用了大量铝合金，所以说它这台车的整备质量相对来做的是不错的，整备质量是185千克，相对来说啊是做的很 OK 的。在这边开始大家比较重要的一个发动机部分吧。这台双缸水冷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31千瓦，最大扭矩是35牛米。那400GB的一个动力表现的话，可以兼顾日常通勤和一些比较激烈的驾驶情况使用。看起来它整个这一块啊，发动机室位置是比较饱满的。往下走，这个设计这个比较有意思啊，这个是一块铝合金的。发动机护板，这辆车呢，它其实是有一些就是攀爬石块板的一种感觉，因为它加了一个发动机护板，然后如果说它加了前后的那个钢丝辐条轮的话，会更有感觉一些。这个车其实我这样看啊，我觉得它是有一些改装的潜力在里面的啊。OK， 往前走的话，再说一下它的减震吧。减震是目前国内比较流行的就是 QIB 减震。这个行程应该在100左右，我猜的啊。然后这一块它的前挡泥板的这个支架也是铝合金的。那往下的话说一下刹车吧，刹车的规格我觉得算是很高的了。首先是它的双碟呢，它是一个浮动碟的设计。然后呢，卡钳还是一个镜像卡钳，镜像卡钳还有不够，还加了一个对向式活塞的，所以说整个这个刹车的规格还是蛮高的啊。那轮胎的话，它是采用了一个撞色的设计，看到没？这里有一块，后面也有啊。整个轮胎是这样的，看起来会比较有年轻的感觉，特别是你跑起来的时候，它这块彩条啊，
这个彩条跑起来会有一种比较炫的感觉啊。然后这一块红色的跟它的车架是形成一个前后呼应的感觉。OK， 整个外观造型其实大概说了这么多。大概就这些，还有一个小地方没说到，就是这边这个位置，它有一个就是 USB 充电接口，有一个 USB 充电接口，到时候待会儿补个镜头吧。这有一个 USB 充电接口，为了你方便日常使用。那既然来到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接着说一下这边吧。看下这边的结构，其实跟那边差不多的，整个钢管车架，然后这边是水箱这里是一个装饰板，然后这个发动机另外一面，好。这边的话，其实除了排气以外，跟另外一边是差不多的。然后整个还有的后支架，还有它的脚踏，还有它的这个挡杆，这些都是铝合金材质的。我已经提过了很多铝合金材质了啊，所以说它的整个车身用料堆积还是很 OK 的。OK， 好，大概就说了这么多。OK， 大运 STS 400的整个外观配置还有造型这些，就大概是这么多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就 STS 400这台车，相对于大运来说，无论是外观造型，还有排量配置，还有它的细节做工，整个的这个调性啊，对于大运以往的产品来说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或者说大的突破。对于大运这种老品牌来说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，就是一个质的提升吧。那这个点的话，或者说这个现象级的一个现象吧，我觉得可以再往前推到今年的摩博会，大运以它全新姿态推出了 STS 400，还有平头哥400等很多新车，它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展出，我觉得这个对大运来说是一个怎么说呢？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吧，给用户也好，给经销商也好，是一个很好的信号。那也希望大运后续有更好的一些产品推出吧。那关于 STS 400这台车呢，我们后续马上会开启做一个长测，大家敬请关注吧。OK， 我是小七，再见。